龙傲天被人监视了怎么办？当然是放出一只史莱姆跟踪他们。解决了大火龙危机后，玉斯带着伙伴们来到了欧尔达森林。刚进城，玉斯发现这里的气氛非常怪异，工会有2个人面色不善地盯着他。察觉到这一点的玉斯以没有好的委托为由离开了工会，并留下了一只史莱姆听墙角。果然在他走后，那2人立即来到了房间密谈。玉斯的身份已经暴露了，虽然上次杀手判定他并非是需要注意的人，但男人还是主张将他除掉以绝后患。另一个不同意，如果现在动手会引起骚动，工会被救赎之苍月夺取的事就会曝光，他们常年来的辛苦就泡汤了。之前费心弄来的人工降雨装置虽然降下了大雨，但大火龙却被讨伐了。2人准备先和瓦尔特大人报告。与此同时，玉斯这边也来了2个客人，这座城镇已经落入了救赎之苍月的手中。修泰伊尔祭司听从神签来找玉斯，将他和瓦尔特过去讲述给玉斯。从前有个叫苍月教会的组织，是当时还是佣兵的祭司所建立的，为了祭奠死去的同伴而模仿了教会仪式。渐渐的，流离失所的人们加入了他们，而瓦尔特也在其中。瓦尔特非常虔诚且敬畏神，并对宗教充满热情，于是祭司接纳了他，并让他成为了左右手。但他却没有发现对方强烈的野心。在他之后，祭司收到神签，要他解散苍月教会，但祭司不想失去同伴，于是违背了神签。而在几天之后，苍月教会遭到袭击，所有人都被杀死了，只有祭司在同伴的掩护下逃了出去。袭击者的目的是占有日益壮大的苍月教会，而在暗中主导这一切的正是瓦尔特。他们在苍月教会虔诚的信仰中加入了过激的思想，目的是救赎世界，于是就形成了现在的救赎之苍月。瓦尔特统一了这一带一定另有企图，救赎之苍月是祭司创立起的组织，所以他要负起责任。而就在刚前，他又收到了一则神签：世界的混乱之初，污秽之光渲染世界，引导使者授予神之救赎。救赎之苍月就是污秽之光，会使世界陷入混乱，使者将会面对瓦尔特，而能使用凯西斯短剑的人就是神的使者。没错，使者就是玉斯。玉斯不知道的是，祭司没有告诉他神签的全部内容，而祭司和玉斯见面的消息很快被人上报给了瓦尔特。而瓦尔特这边似乎也有自己的准备，他跪在一间充满科技感的房间里，跪求神的旨意，很快得到了和祭司一样的神签。而祭司没对玉斯说的那句则是：随着领导者之死，贤者将降临。玉斯这边同样是疑惑重重，而就在第2天再去教堂找祭司的时候，却被告知他们已经离开了。通过联系城外放养的史莱姆，玉斯很快发现了祭司的行踪，对方一大早就离开这里，前往森林深处。祭司带着跟班确实来到了森林深处，用项链破开一棵古树上的诅咒之后，2人通过树洞来到一处地下城堡。玉斯也通过森林里增加的史莱姆伙伴找到了那棵古树。相比起祭司可怜的魔法，玉斯直接一发集解咒下去，破开了古树的所有诅咒。另一边，在干掉看门的信徒之后，祭司带着跟班单枪匹马闯进了救赎之苍月的总部，并见到了瓦尔特。引导者死亡之后，贤者将降临。为了消灭瓦尔特，祭司已决心按照神签行动，绝不会再让上一次的悲剧重现。信徒们手持武器，将他们团团围住。玉斯进入内部之后，发现倒了一地的信徒，果然不会进战的神职不是好祭司。而就在玉斯准备越过信徒进入城堡的时候，趴在地上的信徒突然动手抓住了一只史莱姆。祭司在里面赤手空拳痛殴对手，但瓦尔特却丝毫不慌。下一秒，祭司就突然被魔法束缚，紧接着中了一发电击晕了过去。没错，他的小跟班约翰是个反水二五仔，为了引导使者前来而利用他，一切全都是瓦尔特安排的。一开始是因为放置的模式被解除，为了找出那个一定会妨碍他们的人，瓦尔特开始了行动，但对方的力量太过强大，派出围城的魔兽全被消灭。在那之后就是蓝龙现世，之后祭司将短剑交给了使者，使者运用短剑打败了蓝龙。在那之后，祭司怕被救赎之苍月知道使者的身份，就带着跟班躲了起来。然而在这一段时间里，使者一再的破坏他们的计划。然后就是沉睡在岩浆中的大火龙，他们想用诅咒让大火龙变得凶暴，但是大火龙被打倒，计划又失败了。使者的能力超乎他们想象，多次拯救了这个世界，但是这一切都即将结束，他们的计划已经进行到了下个阶段。新的神签将实现他们的梦想，祭司的希望将化为泡影，神将站在他们那边。祭司已决意赴死，只要他死了，使者就会现身，玉斯一定会阻止瓦尔特的阴谋。瓦尔特哈哈大笑，地上的信徒突然如丧尸一样扭曲地站了起来。而就在约翰准备杀死祭司的时候，突然一声枪响，玉斯打穿墙壁走了进来，他的身后满地都是被打败的丧尸。他还有事想要问祭司，不过现在好像不是时候，轻松拦下约翰的火球，给祭司解除了束缚。瓦尔特仍旧丝毫不慌，地上的纹路不断朝着神的方向流淌，地上的丧尸再次爬了起来，对两人发起了攻击。玉斯的能力对付这群小喽啰自然绰绰有余，但瓦尔特和约翰也趁着他们被围攻的机会消失在了门中。瓦尔特坐在神的面前，恐怖的力量瞬间灌入他的体内，瓦尔特的身体不断膨胀。等玉斯赶来已经晚了，瓦尔特挥拳朝他们砸来，白狼反应迅速将两人带到了安全区。紧接着瓦尔特的身体再度变形，居然变成了一只可怕的恶魔。玉斯将祭司保
保护在结界内，自己指挥史莱姆发起偷袭。然而瓦尔特的速度极快，瞬间就避开了火球的袭击。意识到攻击太微弱会被闪躲，雨丝立刻指挥白狼载着史莱姆高高跃起，大群史莱姆围成一圈，对着瓦尔特乱枪扫射。但即使击中了，也很难对对方造成伤害。雨丝大力将身边的史莱姆丢出去，史莱姆吐出用火龙宝珠打造好的护具带上，极快的速度加上魔力加上强化 buff， 果然顺利将嚣张的瓦尔特打穿了半边身体。却没想到瓦尔特居然能通过吸收其他丧尸恢复，并且变得更加强大，即使所有的史莱姆朝他密集轰炸都不管用。看来龙之恩惠的诅咒确实强大。等下，诅咒！雨丝意识到了什么，对着瓦尔特的脚来了一发极解咒，果然搅动成了石块。愤怒的瓦尔特挥动着4只手对雨丝发起攻击，而就在结界被打破的瞬间，雨丝立刻放出魔力网，将瓦尔特禁锢在空中，紧接着释放极密业火，汹涌的火焰瞬间将瓦尔特吞噬。这场危机比玉丝想象中的要好解决，但玉丝却察觉出了不对。瓦尔特临死前提到了神签，下一秒，神的装置突然光芒大作，紫色的光芒布满了整座地下，所有丧尸以及瓦尔特的身体都化成光被吸收。在一阵无比耀眼的光芒之中，一个人伴随着星星出现了，而那个人自称为贤者。随着引导者之死，贤者将降临。祭司一直以为是他死后，玉丝以贤者的身份降临，拯救这个世界，却没想到引导者指的是瓦尔特。神的话里这么写道：远古时有位勇于讨伐真龙的使者，因不敌真龙之力死于非命，就是眼前的这个贤者。瓦尔特为了复活他而献出了自己及信徒的生命，进行了类似神灵召唤的仪式，但对方绝对不会是神。贤者二话不说，对着玉丝就是一发中烟业火，整片森林都被轰出了一片恐怖的大坑。还好玉丝防守及时，爹地的城堡已经被完全摧毁了。玉丝指挥史莱姆对贤者进行了正义的围殴，但不管多么密集的攻击，对方都能完全接下，并且不断用中烟业火进行反击。一轮攻击下去，贤者毫发无伤，玉丝的 MP 反而下去了1多半，但对方的 MP 就像是无限的一样。玉丝让史莱姆都聚集在上方，10倍大型范围冻结朝着贤者当头砸下。贤者竖起魔法结界，将冰洞轻松破除。玉丝趁着冰块破去的空档，又是10发火球攻击，恐怖的火球将毫无防备的贤者砸到地上，但位于爆发中央的他仍旧毫发无伤。贤者二话不说，对着玉丝叠了10个极灭业火，而玉丝也用同样的魔法回敬，两股极为骇人的力量碰撞在一起，最终还是玉丝技高一筹，贤者消失在了火海之中。但玉丝的 MP 又降到了负数，而等到烟雾散去，贤者又毫发无伤的出现了。他这次没有对玉丝发起攻击，而是高举着手要对世界给予救赎。四散的紫光激活了救赎之苍月放置在各地的降雨装置，不祥的紫色雾气笼罩了整片大陆，很快带着诅咒的雨倾盆而下，这就是所谓的救赎。